卢卡申科又爆猛料，俄军打算用真术斩首泽连斯基，最后时刻被普京喊停，难道真是大地心善？又以俄中将因腐败落马，普京这次来了个一窝端，革职代抄家，不再祸及家人，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不久前爆了一则猛料，说有人曾向普京提议使用真数中程导弹对泽连斯基所在的办公地点基辅的班科夫大街进行打击，结果遭到普京拒绝。卢卡申科若有其事地表示，这是内部消息，俄罗斯有人已经做好了打击的准备，我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但是普京告诉他们不可能，如果他们把真数导弹射向基辅的决策中心，那里就会成为一片废墟，什么都不会剩下。对此，普京的第一大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他对卢卡申科的言论不予置评。在有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普京总统始终采取坚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立场。班科夫大街是乌克兰总统的办公地点，相当于白宫之于美国，克里姆林宫之于俄罗斯的存在。如果俄罗斯高层真有过这样的计划，那么无论最后是否执行，都说明了俄方在战略目标上曾经极度接近直接打击基辅领导层的中枢。然而佩斯科夫却在回应时却选择了不予置评，用套话搪塞了过去。这种反应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在回避问题，但实际上却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首先要搞明白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卢卡申科突然选择在此时爆出这么一则猛料。作为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卢卡申科经常会主动对外释放一些内幕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往往很难完全核实，但他总能释放出一些值得细品的政治信号。卢卡申科的说法帮普京塑造一个有能力但保持克制的形象，意思是说普京有能力打击基辅的决策中心，把泽连斯基等乌克兰高层一锅端，但他却大发慈悲没有这么做。如果按照卢卡申科的逻辑，那么泽连斯基就应该赶紧识相，乖乖向俄罗斯投降，否则就要面临被定点清除的命运。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否则普京早就这么做了。所谓仁慈根本就不在他的词典里。普里戈任都死了2年多了，俄军自2022年全面进攻乌克兰以来，虽然对基辅有过无数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这些袭击更多集中在能源设施、交通枢纽、军工厂和情报设施上，而不是直接把导弹砸到泽连斯基的办公室或者班科夫大街的政府大楼。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俄军一度企图通过快速进攻基辅，通过拿下首都来实现速战速决，但随着进攻受挫，这种直接的政治斩首尝试基本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和基础设施打击，尤其是在寒冷冬季，反复攻击乌克兰的电力系统，试图通过制造大规模停电来削弱乌克兰民众的承受力。如果我们细看过去3年俄军的打击模式，就会发现俄罗斯的确展现出了一种有限度打击的特征，比如几次大规模导弹的攻击，目标几乎总是电厂、变电站、军事工业设施和军队集结地，很少有直接针对乌克兰总统府的打击案例。即便有时爆炸在基辅市中心附近发生，大多数情况也是误差，或者攻击附近的军事设施，而不是专门瞄准班科夫大街。换句话说，俄罗斯确实拥有远程打击手段，理论上完全能够在一夜之间斩首泽连斯基，但他们却一直没有选择这条路。这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这么做弊大于利。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乌克兰的抵抗象征，动手杀了他，只会让乌克兰人拥有更加坚定的战斗意志。继承泽连斯基位置的人只能沿着他的路线继续与俄罗斯战到底。对于普京来说，泽连斯基确实是一颗眼中钉，但拔掉这颗钉子的人一定不能是自己，而是要让乌克兰人自己动手，自己推翻本国的抵抗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一直要坚称泽连斯基是非法总统，并且要求停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乌克兰重新举行公平公正的大选。而所谓的公平公正，其实就是不能选出泽连斯基，得选一个对俄立场温和的总统。视角回到现在，卢卡申科说什么都无所谓，但克里姆林宫必须对此事保持模糊态度，既不能肯定让推动俄乌总统会面的特朗普感到心寒，但也不能否认主动削弱自己的威慑效果。而这种模糊回应则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战略威慑的空间，让乌克兰和西方都必须假设，一旦普京被逼到墙角，他随时可能做出更加强硬的动作，甚至是掀翻整个棋盘。
俄军中将被普京政府抄家，妻女名下财产也被要求全部充公。这次不再罪不及家人，俄罗斯总检察院正式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扣押前俄国防部人事总局局长尤里库兹涅佐夫中将以及其妻女名下的所有财产。库兹涅佐夫是在去年5月被捕的，被捕原因是他在此前担任俄军总参谋部下属的保密局局长期间收受巨额贿赂，为民间企业获得俄罗斯军队相关合同提供便利。由于涉案企业贿赂库兹涅佐夫时不是单纯送钱，还送了一些土地和房产，所以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在进行进一步清查后，已经将能够确定的受贿案值从原本的3500万卢布调整到了约为8000万卢布。但调查部门发现，库兹涅佐夫家人名下的资产总额仍旧与其收入严重不符。从2010年担任保密局局长到2023年调任人事总局期间，库兹涅佐夫申报的收入为4760万卢布，他妻子尤利亚的总收入为4100万卢布，但夫妇二人与2个女儿名下的资产总额已超过了5亿卢布，实际资产额度是夫妇二人收入之间的5倍。因此，俄罗斯检察院现在要求扣押库兹涅佐夫一家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应该也是方便后续的调查。而仅以现在的案值等待库兹涅佐夫的，就已经是最高可达15年的监禁。在以往的反腐调查中，俄罗斯调查部门很少打破砂锅问到底，很多时候都会给落马的官员留个面子，只要他们交还了贪腐所得，一般会遵循罪不及家人的原则，一些放在家人名下的合法财产也能保住。一部分落马官员还有机会获得减刑，比如2012年落马的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普京现在不留情面，允许俄检察院在库兹涅佐夫的案子上追查到底并抄家，可能有2个原因。首先，在西方制裁、国际能源价格不稳定等因素的冲击下，普京政府现在面临着一定的财政压力，但普京不想在俄乌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在无法达成自身战略目标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换取西方解除制裁。在这种持续的财政压力之下，俄罗斯政府现在想要尽一切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落马官员自然就逃不过被抄家的命运。其次，库兹涅佐夫与前国防部部长伊万诺夫等人一样，都是在普京准备对国防部进行大换血时落马的。库兹涅佐夫被捕一定程度上有着给后来者腾位置的意思，而随着绍伊古转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些原本跟着他控制国防部的人也就只能被放弃。毕竟伊万诺夫等人的贪腐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要是绍伊古真去找普京要求保下更多人，只会增加普京对他的不满。绍伊古现在也只能保住还没被查出问题的查利科夫等少数人。况且库兹涅佐夫能够出任总人事局局长，不代表他是绍伊古的心腹。库兹涅佐夫在国防部发迹的时候，绍伊古还是紧急情况部部长，所以库兹涅佐夫不属于绍伊古从紧急情况部带来的自己人。俄罗斯国内有传闻称，库兹涅佐夫当年能够做到保密局局长，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是原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侄女。卢日科夫在俄罗斯政坛的资历远超普通等人，他是叶利钦的心腹，统一俄罗斯党创始人之一。从1992年开始担任莫斯科市市长，直到2010年才因为与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矛盾而被免职。同样是在这一年，卢日科夫将库兹涅佐夫送到了保密局局长的位置上。可在2019年的时候，卢日科夫就已经去世，无法继续为侄女库兹涅佐夫提供支持。绍伊古继续用库兹涅佐夫，大概率是做给其他叶利钦时代的老人看，同时向普京证明自己没有在国防部搞一言堂，其他派系的人自己还是用的。这一切都决定了库兹涅佐夫此番已经难逃一劫。库兹涅佐夫的倒台，与其说是正义的胜利，不如说是俄罗斯的权力游戏中又有一枚棋子被事实舍弃。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